您的眼界决定世界的宽度。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我是任明月。从两岸的脉动，再到全球的变局，今晚我们将为您层层拆解，精准剖析。先来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明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立法委员林玉芳林委员。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么我们接下来介绍今天呢，主要我们节目的重点。中国发布了 Kimi K3以及 EUV 问世，那对后续的世界的这个经济发展为何呢？美国总统川普啊，他竟然就在美中升温之际啊，竟然对外发布了中国介入美国选举，也引发了后续一连串的讨论。那么呢，这个美伊战争啊，后续会如何走向呢？也都会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为大家深入的来讨论。也先请观众朋友们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可以的话呢，也可以上线来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我们先来看到这一周的世界的焦点。先来看到了这个美伊的地缘冲突大爆发，美国封锁了荷姆兹海峡以及双方互攻。那么美伊呢，在停火的备忘录当中呢，并没有明定的通行的规范，也导致商船是连续遭到伊朗的革命卫队开火。那么美军呢，对于伊朗发起了连续的空袭打击，并且实施了海上的封锁。川普更扬言说如果不谈判的话，就会炸毁伊朗的电厂。那么会影响到什么呢？油价以及航运的危机。那么国际油价面临了再次冲破了每桶$100的压力。另外呢，迫切的替代方案呢，重新替代了输油管线，来降低对荷姆兹海峡的地缘依赖了。好，我们这一题呢，我们要来问一下林委员了。这个川普是大动作终止这个海上封锁，那么这个是不是他的极限施压的筹码，或者是说呢，他已经准备好要做好全面的战斗？我不认为他准备要打一个大规模的区域性的战争了，因为基本上来讲，川普就是个生意人嘛，然后叫生意人，商人中立轻别离嘛，所以他很多东西他都是用金钱来算的。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大概这个美伊的战争打了4个月2个礼拜又6天，所以严格讲起来，过了今年就4个月3个礼拜，打了这么久了。那花了多少钱呢？美国国防部说，我这个军费大概就花了大概300亿美金。那 CSIS 在华府的一个智库，它的估计呢，它是国防部是300亿。CSIS 说是400亿，可是很多的国际的专家学者，他们把经济的因素放进去，譬如你刚刚讲油价一涨，美国纳税人就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油是这全部加起来的话，到目前为止，美国大概损失的就纳税人损失的钱加起来800亿美金到1000亿美金，这是一笔大钱。对，那这几天这种炸法，那少说要很容易就加上100-200亿美金所以川普其实他知道这个战争要赶快把它结束，那他现在用升高战争手段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玩一个我们讲说 game of chicken， 就是胆小鬼游戏。他认为说我比较强大的一方，我只要施压，你就会妥协，你就会投降。所以他现在认为说我就是要狠狠的炸你，连续炸，可炸1个礼拜甚至10天，最多2个礼拜。你就投降了，这很多人都这样想。美国打越南的时候这样想，他从来没有想到你这一打就打20年。后来打阿富汗也没有想到这一打也是20年，这个后来俄国在1979年进军这个阿富汗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随便一打就是7年，就是10年。那你想现在乌克兰战争也是打了4年4个月，很快就要5个月了。所以美国这种算盘的打法，他不敢发动大规模区域性的战争，可是拉高这个轰炸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强度跟深度，我认为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因为伊朗人最重要的原因是伊朗人没有办法信任美国人，你跟我一边谈，一边就对我的领导阶层进行斩首式的这种军事行动，所以他们觉得跟美国打就是要打到底了。所以这个战争我看就是会持续。
是，对。那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啊，它封锁了荷姆兹海峡。不过，其实非常重要的要注意了，两个国家就是中国还有俄罗斯这两个国家了，因为他们不只对中东的原油是相当的依赖，而且他们两国对于伊朗的国际关系是非常的要好。我们来问一下介大使了，这个他们呢有没有可能会采取，比如说对于美国反制，或者是说来处理一个像是调停的手段呢？我觉得调停的话，现在是中国大陆比较积极，俄罗斯并没有出面调停啊。那你说反制的话，那现在两个国家都没有这样做。那从国际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政治一盘棋来看，那么人类进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来，通常一般的情况都是别人的灾难就是你自己的机会，没有人真正愿意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解除别人的灾难，而有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常常是用制造别人的灾难来创造自己的机会。那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大陆或者说俄罗斯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过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其实一开始的话，中国大陆就一直采取一个他对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劝和促谈。就跟俄乌打仗的时候，中国大陆也是劝和促谈，然后希望回归到用谈判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这样子的一个途径。那可是大陆有一个从俄乌战争以来，我的长期观察就是说，他不愿意公亲变事主，这是两边的冲突。你如果去调停，最后变成得罪了一方或者得罪了两方，对你都是得不偿失，而且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最后解铃还是需系铃人啊。那其实希望这调解或者说调停这一场战争的最直接的苦主来讲的话，应该是波斯湾的国家，尤其是这个海湾国家组织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以这个沙特为首，所以他们也没有很明确的站出来因为他们是属于盟友，可是他们的表态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没有站，他们美国的盟友，可是他们没有站在美国的这一边，而且即使受到了伊朗方面的攻击，他们也是很克制。他们的考量就是不希望这场战争扩大，因为真正的受害者可能不是只有伊朗真正的受害者可能就是海湾这些国家，所以他们也找到了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那这个国家的话，事实上在积极的在调停，积极在希望消弭这场战争。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是给巴基斯坦也有很多的支持，那么很多不管是立场上或者在联合国里面，当然你会怎么样的作为都配合得很密切。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战争最后解铃还是需系铃人那伊朗是保家卫国，那是维持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那么防止自己国家被外国的军队侵略跟占领他是有这种战斗的决心。那你也不能说他不断的不放下武器，或者说他继续这场战争他不会轻易的放弃。那原因是他是在保障他的核心利益，他的国家被攻击了，而且另外一方面，伊朗采取的战略从头开始就是等比报复，他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只是被攻击以后，他用同样的比例进行报复而已。所以主动的攻击从头到尾都是美国这一方。对，而且一开始的手段，而且是用这种斩首式暗杀偷袭的，所以川普总统现在对偷袭两个字特别敏感，对，只要一提到偷袭，他就把日本痛骂了2遍。所以这场战争真正的关键现在很清楚，就是川普愿不愿意，要不要继续打下去。他只要停下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就结束了。那能够影响川普的有谁？你说连美国老百姓、美国的宪法都管不了他，其他国家管得了他吗？好，谢谢那我们从这个美伊战争再来看到是之前的乌俄战争了。我们来看到呢，乌俄战争它现在大逆转了，从原本的陆战转到了海战我们来看到乌克兰，它的用无人系统的部队启动了新一个阶段的海上行动。短短数日呢，它就用大量的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就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它所有的能源船还有物资货船。那么俄罗斯的军方呢，也紧急下令来关闭了像是这个亚速河的海道的这个克赤海峡，全面的暂停该水道的交通。那么影响到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了
全球的小麦还有粮食的供应链告急了。因为亚速海它是俄罗斯以及欧亚内陆连接海洋的重要门户，那么也引发了全球小麦价格可能会应声的飙涨。另外呢，克里姆林宫呢的能源变现也受阻了，因为乌军直接就切断了克里姆林宫在规避国际制裁出口石油来获取战争资金的生命线了。好，我们来问一下尚志哥喽，这个一个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现在又多了一个亚速海被封锁，那么这个会不会造成新一波的粮食危机，或者是说又造成另一波的这个新一波的全球通膨？好，首先这个有关于这一次粮食危机小麦的讨论，还是要来看现在俄乌战争当中这一波针对在黑海跟亚速海航道，那么这边在打什么战？怎么回事呢？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克里米亚半岛。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俄罗斯占领了乌东地区，那这块当然大家都是这个是缠斗着哦。那俄罗斯要控制这个地方，它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然而这里头终究是跟俄国的部分的陆路的这个交接的地方。但是克里米亚半岛作为早前俄罗斯很早就拿下来的地方，它这里其实主要是现在乌克兰也还在这附近有一个兵力的防守，特别是无人机哦。但是克里米亚半岛它没有办法从乌东直接俄罗斯去做那边的补给。要知道，在俄乌战争打起来，那么其实乌克兰针对克里米亚半岛采取封锁的状态，就指的俄罗斯在补给，无论是燃料、包括粮食等等，就要透过黑海跟所谓亚速海航道。那这里头它就不断的要用船运到克里米亚半岛，那这个乌克兰就无人机，你来了我就炸你，你来我就炸你。那这个地方都知道没有办法用这个俄罗斯的部分的海军来护卫，所以这就造就了整个俄罗斯在这一阵子大概有超过116艘的货轮跟油轮都被炸，都被无人机攻击。源头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发现其实俄乌双方对于彼此当然都在攻击。那么乌克兰采取这个叫摩洛哥行动，刚刚讲已经炸掉超过116艘俄罗斯的部分的船舰，那也就使得我们都知道呢，小麦这个部分其实无论俄罗斯、无论乌克兰，都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出口国，而且又便宜，那么这个状况又好，这就使得看，到底有没有影响？有，俄罗斯影响了25%，乌克兰影响了30%。那我们知道，其实，在2022年一开始俄乌战争打的时候，当时其实小麦受很大的影响，但那时候是缺，因为整个就乱掉了。此刻呢，还是有生产，双方俄乌都还是有产小麦，但是在航运上，就是物流这一次就被卡到了。那么全球市场影响所及很敏感，在整个我们看最重要的是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大概就创了2年的新高。那么包括巴黎的磨粉小麦的市场也创了大概17个月新高，涨幅都是从5%涨到15%，而且现在恐慌的情绪还在持续的进行。那么因为这个部分都没有办法轻易的获得解决，所以我觉得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部分是说，先前大家都觉得小麦在2年前，那么应该大家都适应了，可是，一旦有局部性的冲突，虽然核心是为了克里米亚岛，可是半岛。但整个延伸所及，一旦有一些风吹草动，就会使得大家现在对于能源也好，对于刚刚讲延伸到对于这种原物料，乃至包括小麦，那这次除了小麦的价格高涨之外，连带也影响到不应该被影响的玉米等等的这些粮食，最近其实都在波动当中，这也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好，谢谢。那我们要问一下林委员了。那么对于乌克兰这样小国家，他用无人机的这个战术来打败了这个俄国的这个军队，那么对于我们台海关系来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启示？就这几个字就是关键，就叫不对称的战争。好，因为大国跟小国的差别在，就大国的整体的作战的资源非常丰沛，小国相对来看就弱很多。所以俄国本来要打乌克兰，他就3个礼拜就要占领基辅跟周遭重要的据点，那就是没有办法。好，所以这个不对称的战争里面几个特质注意，就是说你要用很便宜的方式去生产你的武器，而且要大量的生产，至少你要能够去组装啊，因为敌人如果封锁了你，你外来东西是很有限的。所以你的武器不仅要便宜，而且要能够就地就去生产，然后组装。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武器要航程要远，因为你要打到敌人的肚子里面去，他才会痛。你打到边境边远的地方，
它对边境的地方对他来讲，他感受的那个痛是比较淡的那么深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要精准的打击目标，因为你的敌人可能像俄国的土地都这么大，你要打他，你如果不精准的话，那打了很多地方就不痛不痒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的哦。那这个无人机、无人艇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就是所谓的便宜，可以大量生产，而且科技的成分相对是比较低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台湾去学的。那对南海、台海，这个都是在这个全世界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水道，所以你这个无人机，你不仅要打到对方的肚子里面去，你要能够封锁周遭的海域，也就是说，兵不厌诈哦，就是说你要让敌人很痛苦，因为你可以打他，让他船都出不来，像俄国的船，你都没有办法去补给克里米亚一样，你的陆上的交通也没有办法去补给，然后你也让周遭的邻邦非常的痛苦，所以周遭的邻邦就会帮这个小国家去想，如果让这个战争快点可以结束，所以就是讲来讲去，关键字就是不对称的战争。对，是，谢谢委员。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到了中国啊，它发布了最新的科技，我们来看到了中国 AI 巨兽 Kimi K3 问世了。中国 AI 独角兽月之暗面，它发布了这个新一代的大型模型 Kimi K3，它是以2.8兆参数的规模来登顶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而且呢，它甚至还超越了这个美国的顶尖大厂模型，甚至还展现出了自主设计 AI 晶片的惊人能力。那么关心影响到是什么呢？金融市场震荡了，全球的晶片还有科技股都重挫了。再来看到呢 ，AI 竞争白热化也逼急了美国的科技巨头。另外呢，产业生态重组了，全球的中小企业还有开发者，他们可以摆脱了对美系统这个昂贵的 API 的依赖了，来降低打造专属于 AI agent 的门槛。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上志哥喽。那么这个传出啊，美股啊晶片因此大跌，是不是就是这个 Kimi K3 造成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冲击的影响？好，我想在前2天哈，在美国科技类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类股，真的股价大跌。其中的我认为这个 Kimi K3 应该就是讲 trigger， 它是一个这个扳机影响了。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对于美国所谓的这些 AI 的数据大模型到底如何？我们现在都知道它有几大的指标。首先，现在当然最新是 ChatGPT 5.6， 大家是视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其次，一直很厉害的，其实就是 Anthropic 的部分的它的这个 Cloud 的这个 Fable 5.0， 现在真的非常强，尤其它可以写程式，它是一个 agent 哈 AI agent。当然，其他我们都知道 Google 跟 Meta 也都有大数据模型。好，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最近在上个礼拜三刚刚公布的这个 Kimi K3哦，为什么它这次会受到很大影响？首先，它同样是作为刚刚讲2.8兆这么样的大数据模型，就是比照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 ChatGPT， 包括刚刚所谓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Cloud 的，是同等的，这是现在美国最顶尖最大的模型。然而，它这次出来之后，当所有测试它的性能效能之后，全美国无论是 AI 界还有媒体界，大家都大震惊。为什么震惊呢？首先，第一个当然是功能非常非常强。它这种所谓大的数据模型，现在就不只是像 ChatGPT 这样，它同时也兼顾了 AI agent 的实力在这里面。好，强没有错，但是现在强到什么地步呢？现在我们来看美国媒体主要媒体对它的评价。我们先看《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媒体怎么说形容呢？他说这一次的 Kimi K3 已经严重的威胁到美国 AI 领先实力的整体发展。你看《纽约时报》不是你刚轻易说的哈，所以当他表达这个严重性，甚至有人在讲说，整个他把美国当中 AI 的能力全部抹平了，所以就知道他的强的地步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有更精彩的解析。